辛贝贝的死让大家迷惑不解，他是怎么被选中的呢？难道是他串门导致的？但是胆小的辛贝贝怎么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其他颜色的房间呢？穆毅然说，辛贝贝也许是受到了蛊惑，因为昨天他也产生过幻觉，情不自禁地想推开其他颜色的门。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力不够强大的话，在蛊惑的催使之下会做出危险的事情，而叶宁晨一身上沾染的颜色也极有可能是辛贝贝导致的。既然叶宁晨一和贺宇的死法一致，那辛贝贝岂不是也是跟张天伟一样被泡在了大罐子中？一行人顺着楼层寻找，来到5楼后，果然发现了一个蓝色玻璃罐，大约2米高的玻璃罐里有多半瓶蓝色液体，辛贝贝的整个身子都浸泡在液体中，只露出一个悬浮在水面的头颅。也许辛贝贝还有救。于是同住在蓝色房间的柯寻和郭丽霞爬到罐子上，打算把他拉上来，结果众人却看到了此生永远不可磨灭的景象，辛贝贝的头颅就这样轻轻松松被拽下来，断颈处流出如注的蓝色液体，头颅的五官突然喷溅出蓝色液体。柯寻、郭丽霞踉踉跄跄地逃出了房间。此时熟悉的音乐声响起来了， NPC 的声音依然甜美。新的一天又到来了，城堡为大家准备了美味可口的早餐，欢迎大家来1楼大厅品尝。咱们今天的工作任务仍然是3大瓶浆果贮存，切记不要污染颜色。所有人都准备下楼继续工作，虽然工作量没有变，但人数却在减少，这意味着能用来寻找签名的时间也在减少。在下楼前，朱浩文提议可以去迷宫寻找一下线索，大家一致同意。经过一番商议，最终每个房间留下了一个人继续劳作。紫色房间是卫东，蓝色房间是郭丽霞，黄色房间是秦次，绿色房间是石振东。剩下负责寻找签名的人只有5个了。他们先从大厅找到了纸笔，然后来到4楼窗边俯视绘制迷宫。绘制完毕后，5人来到迷宫前，打算进去一探究竟。柯寻和朱浩文自告奋勇地进去了。当2人经过迷宫中心位置时，看到一个小小的圆形空间，在这个圆形空间的墙壁上，能隐约看到一扇大门，门里是一个简单的起居室，墙边还放着一个玻璃瓶，里面注满了纯粹的红色液体。柯寻猜测迷宫和城堡大概是地下相连的。回到城堡里，只见郭丽霞和米薇正在争吵，郭丽霞失控地把米薇推进了其他颜色的房间，这一下所有计划都打乱了。正当大家陷入慌乱时，穆毅然突然说，关于昨晚影子拖动辛贝贝的事情大概有眉目了。也许受到蛊惑的不是人的实体，而是影子。人的影子受到蛊惑，为那个巨影做事，但却并不想为他去死，所以会被巨影扼住脖颈，强行拖走，同时带动肉体也跟着离开。柯寻听完，看向郭丽霞的影子，没想到她的影子正在发抖，但郭丽霞本人并未有一丝发抖的痕迹。众人在城堡里搜寻一番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迷宫应该是肉体和影子进行交换、交接甚至升华的地方。之所以画家会用迷宫来表示这个重要地点，或许正是画家内心的矛盾所在。迷宫最大的特点就是迷宫会让人迷路，在画家心里，这件事或许一直是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存在。画作者容让出自于一个崇拜黑色的民族村落，身份又是举村主墓地洞神之子，自然天生是黑色与别色不同。可一个这样的人，偏偏在接触到外面的绘画世界之后，偏执地爱上用色最大胆的野兽派，这简直就是对一个人的色彩观的彻底撕裂。这一夜，郭丽霞和米薇族。白天，柯寻他们继续去寻找签名。出发前，柯寻叮嘱卫东一定要锁好门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要开门。独自一人在屋内的卫东突然听到外面有一阵嘈杂声，原来是苗子佩正在激动地喊着要为画献身，而石振东在后面追赶。过一会，柯寻和穆毅然回来了，卫东又听到秦次急切地让大家去中间的无色房间，签名就在那里。卫东一时间也不知道该相信谁，只见穆毅然进屋，冲卫东做了个出来的手势。卫东走出门，看到所有人都在用木板钉着那个本该是红色房间的门，那个房间里传来石振东大喊的声音，要求放他出去。原来柯寻已经发现，当人独自在大厅时极容易受到影子的蛊惑，除了自身的影子外，还包含一切的反光物品以及能够引出自己身影的眼眸。而柯寻之前差点被蛊惑，正是受到了石振东的诱导，恐怕连郭丽霞受到蛊惑都与他有关。而此时苗子佩却不见了。众人在寻找苗子佩时，无意间进入一间房子，房间的天花板、地板、墙壁全都是用镜子做的。卫东在墙角镜面发现了一些古怪的黑点，仔细一看，竟是签名。但当卫东抬手触到那个黑色签名时，那个签名竟化成淡淡的墨迹。穆毅然猜测这应该是签名的影子。几人快速来到迷宫内，这次看见了一个身穿袍子的人。这个人很瘦，但目光炯炯有神，而且没有影子。男人面无表情道：你们的伙伴最终也没能摆脱心魔，我与他做过太多交易，他已属于画的一部分，无法离开。没想到这个人现在就对石振东下了手，这是否意味着大家离出画不远了？
成员们谁也没作声，静静望着男人走向绿色植物的墙壁，瘦长的手在植物间摸索一阵，就拉开了一道隐形的门。男人走进门内，背影萧条。当众人赶上去的时候，那门已自动合上了。大家将覆盖在门上的植物纷纷拨开，渐渐还原了这道古老木门的真实面目。木门斑驳的门上有着2个清晰的字母，字母的颜色漆黑饱满，RR。手写体很随意，也极具艺术感，正如同刚才在镜子屋看到的签名倒影，每一个 R 都向右下方微微倾斜着。至于那个已经离开的男人，最终是否战胜了自己的心魔，谁也说不清。身披斑斓彩衣，写出的字却如同舟山洞一般墨黑。门上的签名放射出炫目地光，众人面前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画框。即使猜到结果，但面对画框，众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第一次以从容的姿态出画，熟悉的5个同伴都还在，本该暗喜，却又有悲凉。5个男人穿过黑暗，再次看到光明的时候，居然没有觉得刺眼。真实世界的色调，童话里相比，显得灰败而单调。面前的这幅画是由诸多艳丽的颜色组成的，看似毫无规律，但那些圆形、菱形线条等等各种图案，对几人来讲都具备着非凡的意义。这些图案的组成形似迷宫，作者的签名罕见地签在了画面的正中，黑色的字母写了容让的签名缩写RR。此刻这个展厅只有成员5人，字面墙壁上摆满了各种颜色艳丽的野兽派画作。